我常说一句话，一个女人有多少福气，直接看这个地方 99% 准确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同样都是女人，有的人一看就让你觉得舒服，有的人却让你浑身不自在。这差别从哪里来？就从她身上那股气来的，从她的福气来的。我要先纠正一个观念，不是我能看出来，是任何一个稍微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能看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祖宗早就把这个道理讲透了。易经里面有个卦叫观卦，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看，但这个看不是随便看，不是用眼睛扫一扫就完了。观是仔细的看，是用心去体察。观卦的卦辞说，观离而见，有福和弱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真正的观察要看到表象背后的东西。祭祀的时候洗手那个环节最重要，因为那时候人的心是最纯净的。等到后面献祭品反而流于形式了。你看易经告诉我们，看人要看什么？要看他最本真的状态，要看他装不出来的东西。那么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，看什么最准？我今天就把这个道理讲清楚。有2个地方是绝对伪装不了的。不管这个女人多会打扮，多会化妆，多会演戏，这2个地方她骗不了人。但我先不告诉你是哪2个地方，你跟着我的思路往下走，等你把道理想通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悟。我直接告诉你答案，你记不住也用不好，你自己悟出来的那才是你的。我们先从根本上讲起。易经64卦有一个卦是专门讲女性的，叫坤卦。乾为天，坤为地。乾代表男性，坤代表女性。坤卦的卦辞说，坤元亨，利牝马之争。牝马是什么？就是母马。母马的特点是什么？温顺柔和，有耐力。但你不要小看这个柔，这个柔里面有大力量。老子讲柔弱胜刚强，这话不是随便说的。你看那个水多柔啊，但滴水可以穿石。女人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，她不跟你硬碰硬，但她能包容一切，承载一切。坤卦的大象说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8个字你要好好体会。什么叫厚德载物？德就是品性，就是修养，就是一个人内在的东西。德厚了才能承载得住福气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们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求福，怎么催运，去庙里烧香，去找人算命，去调风水。这些有没有用？有用，但这些都是术，不是道。道是什么？道是厚德。你的德不够厚，给你再多的福气你也承载不住。就好比一个杯子，它只能装这么多水，你拼命往里倒，倒多少溢多少有什么用？你得先把杯子放大了，才能装更多的水。所以看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，第一层要看什么？要看她的德，她德厚不厚，她的容量大不大。那么德这个东西看得见吗？这就要讲到中国相学了。我们中国的相学不是迷信，它是一门很深的学问。它的根基就在易经。易经系辞里说，易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什么意思？易经的道理是跟天地相准，天地间的一切规律，易经都讲到了。人的面相也是这个规律体现。相学有一句话叫有心无相，相逐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随心灭。你看又是心，心是什么？心就是德。你心好了，德厚了，相自然就好。你心不好，德薄了，再好的相也会慢慢变差。所以看相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心。相只是一个外在的呈现，心才是根本。那么心怎么看？
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了。心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。古人说沉于中行于外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心里想什么，早晚会表现在外面。那表现在哪里最明显？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嘴角，一个是眼睛。你看答案出来了吧？但这只是答案，道理你还没完全明白。我们继续往下讲。先说嘴角，嘴巴在五官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出纳，出就是说话，纳就是吃饭。一个人的福禄跟嘴巴关系很大，但我今天不是讲嘴巴的形状，我讲的是嘴角的状态，也就是这个人脸上有没有笑容。为什么笑容这么重要？因为笑容是装不出来的。你不要跟我说笑容可以装，我告诉你，假笑和真笑差别大了去了。假笑只动嘴巴眼睛是不动的，真笑呢，嘴角上扬的同时，眼角会有细纹，眼睛里会有光，这是生理反应，你想装都装不出来。还有一种笑叫习惯性的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人长年累月的笑，笑成了习惯，笑成了他的常态。这种笑不是他刻意摆出来的，是他自然流露出来的。你看他不笑的时候，嘴角也是微微上扬，这种笑才是有福气的相。为什么？我从五行的角度给你分析，五行里面什么主喜火，火是向上的，是生发的，是温暖的。一个人经常笑，说明他心里有火气。这个火不是发脾气的火，是生命力的火。你看那些整天愁眉苦脸的人，用五行来讲就是水太旺。水是向下的，是收敛的，是寒冷。水太旺就会克火，火被克住了，喜气就出不来了。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阴阳要平衡，火代表阳，水代表阴。一个人阴阳平衡才能健康，才能有福。你整天不笑，阴气太重，怎么会有福气？再从面相的角度来讲，嘴角上扬在相学里叫仰月口，是大吉之相。嘴角下垂呢，叫覆舟口，是不吉之相。为什么？嘴角上扬的人看起来喜气洋洋，谁都愿意亲近他；嘴角下垂的人看起来愁苦不堪，谁看了都想躲远一点。你想想看，人缘好不好跟福气有没有关系？关系太大了。我们中国人讲贵人运，贵人从哪里来？从人缘来。你人缘好到哪里都有人帮你，这就是福气。你人缘差到哪里都被人排挤，哪里来的福气？还有一层，笑容跟家庭风水有关系。这话怎么讲？风水不只是房子的事情，人也是风水。一个女人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风水。为什么？因为女人是坤，坤是地，地是载物的。家里的地好不好，直接影响家里的气场。你看那些家庭兴旺的人家，女主人多半都是和颜悦色的，她一天到晚笑呵呵的，家里的气氛就是暖的，家人回来就觉得舒服。她要是一天到晚板着脸，或者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家里的气氛就是冷的，家人回来就觉得压抑。时间长了，这个家的运势就会不一样。一个是往上走，一个是往下滑。我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，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皇后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贤后。这个女人有什么特点？史书上说她信仁孝俭恕，但我注意到另外一条，她很少发脾气，脸上常带笑容。唐太宗脾气是很大的，动不动就要杀人。长孙皇后从来不跟他硬顶，也不委曲求全，而是用一种很柔和的方式去化解。他一笑，唐太宗的火气就消了一半。
你看，这就是笑容的力量。后来长孙皇后死了，唐太宗非常悲痛，专门建了一座楼，站在上面远望皇后的陵墓。他跟大臣说，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妻子，而是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帮手。长孙皇后活了多少岁？36岁，不算长寿，但她的福气延续到了子孙后代。他的儿子李治当了皇帝，他的孙子也当了皇帝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他的善不是做了多少轰轰烈烈的大事，就是日常生活中那种和悦的态度，那种脸上常带笑容的修养。这样的女人，你说她有没有福气？我再给你讲一层道理。笑容这个东西在八字命理里面怎么看？八字里面有一种格局叫食伤生财。什么是食伤？食神和伤官都是我生的东西，日主生出来的叫食伤。食伤代表什么？代表才华，代表表达，代表一个人向外输出的能力。一个人八字里食伤旺的，通常都比较爱笑。为什么？因为食伤是向外发散，是表达的欲望，笑也是一种表达，是情绪的外放。所以食伤旺的人表情丰富，笑容多。食伤生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食伤可以生出财来。你爱笑，你爱表达你的人缘好，你自然就容易赚到钱，容易得到好处。这就是笑容能带来福气的命理依据。反过来，八字里食伤被克住的人叫消印夺食。消印是什么？就是偏印，偏印克食神，这叫夺食。被夺食的人通常表情比较木讷，太爱笑，这种人人缘相对差一些，赚钱也辛苦一些。但这是先天的格局，后天可以调整。怎么调整？就是有意识的多笑。你笑多了，食伤的能量就被激活了，被克制的状态就缓解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以形补命。你本来是一个不太爱笑的人，但你刻意的去笑，时间长了，笑就成了习惯，你的格局就变了。命理不是死，是可以调整。易经讲穷则变，变则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八字里日主太旺的人叫身强。身强的人自我意识很强，容易固执，不太容易妥协。这种人笑起来往往不太自然，因为他心里有棱角。这种人要学会的是什么？是放下。放下什么？放下执念，放下傲气，放下那种我一定要赢的想法。你放下了，心就软了，笑就自然了。坤卦里面有一句话叫含章可贞。章是什么？是文采，是能力，是本事。含是什么？是包藏，是收敛，是不张扬。含章就是把你的本事收起来，不要处处显摆。一个女人本事越大，越要会含。你太张扬，别人就不舒服；你太厉害，男人就压抑。你含住了，笑容就出来了。因为你不需要争，不需要抢，你就能笑得出来。这是笑容的另一层意思，放下才能笑。你看那些真正有福气的女人，不是没本事，恰恰相反，很多都很有本事，但她们不显摆，不争斗，只是笑呵呵的把日子过好。这种境界是最高的境界。我们中国人讲上善若水，水的特点是什么？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水往低处流，不往高处爬。你争什么？你不争反而得到的更多。笑容也是这个道理，你不争你就笑得出来，你笑得出来，福气反而追着你跑。这就是不争之德。好，嘴角讲完了，我们来讲眼睛。眼睛在相学里是什么地位？是五官之首。为什么？因为眼为心之苗。苗是什么？
是种子发出来的芽，心里有什么，眼睛里就有什么。古人观人第一看的就是眼睛。荀子里说，形象虽善而心术恶，无害为小人也。意思是外表长得再好，心术正也是小人。那怎么看心术正不正？看眼睛。眼睛看什么？看神。什么是神？这个概念很重要。神是一个人精气神的领袖。精气神这三个字你要拆开来理解。精是物质层面的，是身体的根本。气是能量层面的，是生命的动力。神是精神层面，是意识的核心。精足了气就旺，气旺了神就足。神足的人眼睛里有光，神亏的人眼睛是暗淡的，这个光是装不出来的。你再会演戏，你眼睛里没有神，别人看就知道。有的人眼睛很大很漂亮，但你看着就觉得空洞没有内容。有的人眼睛不大，甚至还有点小，但你看着就觉得有内涵有力量。区别在哪里？就在神上。一个女人眼睛里有光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她心里有希望，有追求，有热情。她不是那种被生活打败了的人，不是那种得过且过混日子的人。她有她的目标，有她的方向，所以她的眼睛是亮的。这种人运势能差吗？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运势不是天上掉下来，是你自己走出来的。你有方向，你就会往那个方向走。你走着走着，机会就来了。机会为什么来？因为你眼睛里有光，别人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个有想法的人，是个值得合作的人，是个可以托付的人。这就是眼神的力量。从八字命理来讲，眼神跟什么有关？跟印星有关。印星是什么？是生我的，是庇护我的，是给我力量的。一个人八字里印星旺的，通常眼睛都比较有神，因为他有靠山，他心里踏实，所以眼神是定。反过来，印星弱的人或者印星被克的人，眼神往往比较飘忽，够定，因为他心里没底，他不知道自己的依靠在哪里，所以眼睛里就看不到那种笃定的光芒。但这是先天的情况，先天不足，后天可以补。怎么补？养神。怎么养神？这就要讲到修炼了。易经里有一卦叫艮卦，艮是山，山是不动，是沉稳的。艮卦的卦象是两座山叠在一起，稳如泰山。艮卦的精神是什么？是止。止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停止不动，是止于当止，该动的时候动，该静的时候静。现在的人太浮躁了，天到晚心思都在外面飘着，从来不往回收。这样的人眼神怎么可能定得下来？你要想眼睛里有光，首先要学会静下来。静下来做什么？关照自己的内心。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追求的是什么？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？这些问题想清楚了，你的眼神自然就亮了。我再讲一个历史人物，东汉有一个女子叫班昭，是班固的妹妹。班固写《汉书》没写完就死了，班昭接着写，她不仅把《汉书》写完了，还写了一本《女诫》，成为后世女子教育的经典。这个女人活了70多岁，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长寿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受到皇帝太后的尊敬，被称为大家，意思是大学问家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女人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容易吗？她凭什么？凭的就是她眼睛里的那束光。她有学问，有见识，有格局。她的眼神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凡的女人。史书上怎么形容她？说她博学高才，
闺门庸素。庸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安详和乐。你看，一个是有学问，一个是心态好。有学问说明他眼里有光，心态好说明他脸上有笑，这两样他都有，所以他有福气。我再讲一个人，宋代的李清照。这个女人大家都知道是千古第一才女，她的词写得好，但她的命运很坎坷。靖康之变后，她丈夫赵明诚去世，她一个人颠沛流离，晚景凄凉。按理说这个人应该愁苦满面才对，但你去看她晚年的画像，她的眼神依然是亮。她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但她没有被打倒。她继续写词，继续生活，继续保持着对美好的追求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这首词写得很悲，但你能感受到什么？能感受到他还在寻觅，还在追求。他不是那种认命的人。一个眼里还有光的人，即使命运再苦，他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从八字的角度来讲，有一种格局叫伤官见官。伤官是反叛的，是不服输的，官是规矩的，是压制的。伤官见官两个打架，命运往往坎坷。但如果这个人能够化解这种冲突，把伤官的反叛变成创造力，他就能成就一番事业。李清照很可能就是这种格局。他不服输，他有才华，但他的命运多舛。他用他的才华化解了命运的苦难，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。他的眼神里那束光，就是这种化解的力量。你看，眼神有光，不是说你命一定要好，命不好也可以眼神有光。关键是你有没有那种向上的力量，有没有那种不认命的劲头。这跟笑容是一样的道理。命好的人当然容易笑，命不好的人更应该学会笑，因为笑是化解苦难的良药，是改变命运的钥匙。我讲一个更深层的道理。易经里有64卦，其中有一个卦叫太卦，还有一个卦叫否卦。太卦是好的，否卦是不好的。但易经告诉我们，否极泰来，不好到了极点，好就要来了。这个道理用在人身上，就是说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你现在不好，不代表以后也不好。关键是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。一个脸上有笑，眼里有光的人，他的态度就是积极的。这种积极的态度会吸引好运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叫正能量。你传递正能量，你就吸引正能量；你传递负能量，你就吸引负能量。这不是我瞎说的，这是易经的原理。易经讲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你是什么气场，你就吸引什么气场的人和事。你天天愁眉苦脸，你吸引来的都是倒霉事；你天天笑呵呵的，你吸引来的都是好事。所以我说，笑容和眼光不只是相学的问题，也是风水的问题，更是命运的问题。你改变了这两样，你就改变了你的气场，你就改变了你吸引的东西，你就改变了你的命运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命由心，造福自己求。讲到这里，两个特征都讲清楚了。脸上带笑，眼里有光。这两样东西为什么伪装不了？因为他们都是长年累月积累出来的。你今天心情好，笑一笑，这不算。你要天天笑，月月笑，年年笑，笑成你的习惯，笑成你的气质，那才算。你今天精神足，眼睛亮，这也不算。你要长期保持那种对生活的热情，对未来的希望，让那束光一直燃烧，那才算。这是需要修炼。易经里说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这话大家都知道。但后面还有一句叫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自强不息是阳刚的一面，厚德载物是阴柔的一面，两面都要有才是完整的人格。对女人来说，厚德载物尤其重要。你的德厚不厚，决定了你的福气大不大。而德这个东西是藏不住，
它会通过你的脸、你的眼睛、你的气质表现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说福人自有福相，相是果，心是因。你想改变你的相，先改变你的心；你想增加你的福，先增厚你的德。那么具体怎么做呢？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学会感恩，感恩是培养笑容最好的方法。你感恩，心里就暖了，笑容自然就出来了。不要总想着自己缺什么，多想想自己有什么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这话虽然老套，但很有道理。第二，保持学习。学习是让眼睛有光最好的方法。你不读书，不思考，不接触新的东西，你的眼神怎么可能有内涵？人活到老学到老不是一句空话，是养神的秘诀。第三，多做善事。善事不是说你要去捐多少钱，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对人和善一点，对事宽容一点，对自己要求严一点，日积月累，德就厚了。第四，修身养性。这个我刚才讲了，就是要学会静，每天抽一点时间让自己静下来，反思一下这一天做了什么，想了什么。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变化。这4条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容易，但正因为不容易才有价值。如果人人都能做到，那福气也就不稀罕。现在我要讲一个更深层的道理。刚才说的是个人的修炼，现在要讲的是规律的运用。易经讲阴阳，讲五行，讲八卦。这些东西不是迷信，是古人对宇宙规律的总结。你懂了这些规律，就可以顺应规律去生活，这叫顺天应人。女人属阴，阴的特点是柔，是顺，是长。但阴里面要有阳，不能纯阴无阳。纯阴无阳是什么？是死水一潭，没有生机。笑容是什么？笑容是阳在阴中的显现。女人本性柔顺，但她脸上有笑，说明她阴中有阳，有生机，有活力。这种阴阳调和的状态是最健康的状态，也是最有福气的状态。眼里有光是什么？是神的外露。神属阳，眼睛属阴，阳藏于阴中，通过阴来表现。眼睛里有光，说明这个人阳气足，生命力旺盛。这种人元气不会衰，福气自然来。你看，这就是五行的道理。再从八卦来讲，坤卦是女性的本卦，但坤卦的修炼不是让你一味的顺从，而是让你在顺从中培养力量。坤卦6爻从下往上走，最后是什么？是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，以为是坏事，其实不是。这是说阴发展到极致就会有质变，阴到极点就是阳，就会产生变化的力量。一个女人如果她一味的柔顺，一味的退让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，没有自己的追求，那是没有出息。她要在柔顺中培养刚强，在包容中坚持原则，这才是坤道的真谛。眼睛里有光的女人就是这种状态。她不是那种很强势的女人，但她有她的坚持，有她的方向。她的柔是外在的，她的刚是内在的。这种刚柔并济的女人是最有福气的女人。我们中国古代的很多贤妻良母都是这种类型。你看西汉的窦漪房，从一个宫女做到皇太后，经历了多少风波，她有没有笑容？肯定有。她眼里有没有光？肯定有。不然她怎么可能在那么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，还把儿子孙子培养成皇帝？她的本事不是争强斗狠，是包容隐忍中的智慧。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该笑，什么时候该藏。
这种分寸感是多少年的修炼才能达到。我还要讲一层，就是风水的道理。风水这两个字，风在前，水在后，风是动的，水是静，风水合起来就是动静配合。一个人的运势好不好，跟他身边的风水有关系，更跟他自己的状态有关系。我刚才说了，女人是家庭最重要的风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家庭的磁场很大程度上是女人决定。男人在外面打拼，回到家里需要一个温暖的港湾。这个港湾是谁营造的？是女人。如果女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，这个家的气场就是压抑的，就是往下走的。男人回到家不但得不到放松，反而更累，时间长了他就不愿意回家了。孩子在这种环境里长大，性格也会受影响，要么变得胆小懦弱，要么变得暴躁易怒。你看这个家的运势能好吗？反过来，如果女人脸上常带笑容，眼里有光，这个家的气场就是向上，就是温暖。男人回到家看到妻子的笑脸，一天的疲惫就消了大半。孩子在这种环境里长大，性格开朗自信，将来也容易有出息，这个家的运势自然就好。所以我说，女人的笑容和眼光不只是她个人的事，是整个家庭的事。你改变了自己，你就改变了家庭的风水，你就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。这个责任重不重？很重，但这也是女人的力量所在，也是女人的福气所在。我再从中医的角度给你讲讲，中医讲望闻问切，这个望排在第一位。望什么？望的就是神，神藏在哪里？主要就在眼睛和面部表情上。一个好的中医看病人，第一眼看的不是舌苔，不是脉象，而是看这个人的精神状态。《黄帝内经》里说，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只要神还在，病就能治好。神要是散了，再好的药也救不回来。这个神怎么判断？就看眼睛有没有光，脸上有没有生气。你看那些重病的人，如果他眼睛还亮，脸上还有表情，说明他的生命力还在，还有救。如果他眼神涣散，面无表情，那就很危险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几千年中医实践总结出来的规律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一个脸上有笑，眼里有光的女人，她的身体一定是健康。为什么？因为笑能够疏通气血，能够调节内分泌，能够增强免疫力。现代医学也证明了，经常笑的人不容易生病，寿命也更长。眼里有光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肝肾功能好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，肾藏精生髓，通于脑。肝好眼睛就亮，肾好精神就足。一个眼睛明亮有神的人，他的肝肾功能一定不差，他的身体底子一定很好。所以你看，笑容和眼光不只是相学的问题，不只是风水的问题，还是健康的问题。你想要健康长寿，就要学会笑，就要保持眼里的那束光。这是养生的秘诀，也是长寿的秘诀。跟你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，五官精致，身材好，追她的人排成队。但是这个女人有个毛病，就是爱生气，动不动就板着脸，看谁都不顺眼。我当时就跟她说，你这样下去福气会散。她不信，说我长得这么好看，还怕没福气。结果呢，她嫁了个有钱人，按理说应该很幸福，但婚后没几年，她就开始抱怨，说老公不关心她，婆婆刁难她，孩子不听话。
我去她家看过几次，发现问题出在哪里，就出在她那张脸上。她整天愁眉苦脸的，家里的气氛压抑的要命，谁回到这样的家都不想待。后来她老公出轨了，跟一个长相很普通的女人好上了，她气得不行，跑来问我为什么，说那个女人哪里比得上她。我就问她，你知道那个女人有什么特点吗？她说不知道。我说我见过那个女人一面，她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笑，而且眼睛里有一种温柔的光。你看，这就是差别。你长得再漂亮，你整天板着脸，你的美就是死的。人家长得普通，但人家笑起来让人觉得温暖，这种美是活的。男人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回家有个笑脸迎接他，有个温暖的港湾，不是要个花瓶摆在那里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相貌是会变的。你年轻的时候再好看，你不会经营，你的相就会越变越差。反过来，你年轻的时候不出众，但你懂得修心养性，你的相会越变越好。这在相学里叫什么？叫相随心转。你的心变了，你的相就变了，你的相变了，你的命就变了。所以我常说，30岁以前的脸是父母给的，30岁以后的脸是自己修的。你30岁以后长成什么样，那是你自己的责任，怪不得别人。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佛家讲相由心生，这个相不只是面相，还包括你的气场，你的磁场。一个人心里想什么，他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是什么样。你心里充满怨恨，你的气场就是阴冷的，别人靠近你就觉得不舒服。你心里充满喜悦，你的气场就是温暖的，别人靠近你就觉得舒服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科学。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，人的情绪会影响周围的磁场，会影响别人的感受。你笑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释放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，这种物质不仅让你自己感觉良好，还会通过你的气场传递给周围的人，让别人也感觉良好。反过来，你生气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释放一种叫皮质醇的物质，这是一种压力激素，它会让你的身体紧张，也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压力。所以你看，笑容不只是一个表情，它是一种能量的传递，是一种磁场的改变。一个经常笑的女人，她周围的磁场是正向，她吸引来的都是好的人和事。一个经常愁眉苦脸的女人，她周围的磁场是负向，她吸引来的都是不好的人和事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运气总是很好，有的人运气总是很差，根源就在这里。我再讲一个更玄妙的道理，道家讲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这是修炼的3个阶段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人的生命能量有3个层次，最低层是精，就是物质的身体；中间层是气，就是生命的能量；最高层是神，就是精神的境界。一个人要想提升自己的生命层次，就要从炼精开始，把身体养好了，精足了，气就旺了。气旺了以后，要炼气化神，把生命的能量转化成精神的力量。神足了以后，要炼神还虚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这3个阶段听起来很玄，但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一样的。你脸上有笑，说明你的气是通畅的，气通畅了，精神就好。你眼里有光，说明你的神是足的，神足了，生命就有力量。所以笑容和眼光不只是表面的东西，它们是你生命能量的体现，是你精神境界的标志。一个真正有福气的女人，她一定是精气神都很足的，
他的身体是健康，他的能量是充沛的，他的精神是饱满的。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，缺了哪一样福气都不会圆满。那么怎么做到精气神都足呢？这就要讲到养生了。养生不是吃补品，不是做美容，养生的核心是养心，心养好了，精气神自然就足了。怎么养心？我给你几个具体的方法。第一，早睡早起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也是最重要的。你看现在的年轻人，多少人熬夜到半夜，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得像核桃，脸色差得像鬼。你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，精气神怎么可能？好，中医讲子午流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人体的气血在不同的时辰走不同的经络。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胆经当令，凌晨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。这2个时辰你必须在睡觉，否则肝胆就得不到休息。时间长了，肝胆就会出问题。肝主目，肝不好，眼睛就不好，你的眼神就不可能有光。肝主疏泄，肝不好，情绪就不好，你就容易生气，脸上就不可能有笑容。所以你看，早睡早起不是小事，是养精气神的根本。第二，适度运动，生命在于运动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整天坐着不动，气血怎么可能通畅？气血不通畅，脸色就会暗淡，眼神就会无力。但运动也要适度，不能过量。过量运动会耗损精气，反而对身体不好。什么运动最好？我推荐太极拳和瑜伽。这2种运动都是柔和的，都强调呼吸和意念的配合，都能够调和气血，安定心神。你每天练半个小时，坚持1年，你会发现你的气色完全不一样。第三，饮食清淡。现在的人吃得太油腻了，大鱼大肉、煎炸烧烤，这些东西吃多了，脾胃受不了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脾胃不好，气血生化就不足，气血不足，精气神就不足。要多吃蔬菜水果，多吃五谷杂粮，少吃肉，少吃油。不是说不能吃肉，是要适量，而且要吃得清淡，不要太咸、太辣、太甜，口味太重会伤脾胃，也会影响情绪。你看那些口味重的人，脾气往往也比较暴躁。第四，多晒太阳。这一点很多人忽略了。现在的人整天待在室内，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家里，很少晒太阳。你知道晒太阳有多重要吗？太阳是纯阳之气，人体需要阳气来温煦，来生发。你缺少阳气，身体就会阴冷，就容易生病，情绪也会低落。你看那些抑郁症的人，很多都是缺少阳光，所以每天要抽时间出去晒晒太阳，哪怕只是晒15分钟，对身体都有好处。而且晒太阳的时候要露出皮肤，让阳光直接照射，这样才能吸收到阳气。第五，保持好心情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条。你前面4条都做到了，但你整天生气，整天抱怨，那也没用。心情不好是最伤身体，比什么都伤。怎么保持好心情？就是要学会看开，学会放下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你不可能事事顺心，你要学会接受这个现实。遇到不顺心的事，你可以难过一会儿，但不要一直纠结。难过完了就要放下，继续往前走。还有就是要学会知足。你总是跟比你好的人比，你永远都不会满足，永远都会痛苦。你要学会跟比你差的人比，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很幸福了。这不是阿 Q 精神，这是一种智慧，是一种让自己快乐的能力。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
很多人以为福气是外在的东西，是有钱、有权、有地位，这是错的。真正的福气是内在的，是你的身体健康，是你的家庭和睦，是你的内心平静。你有再多的钱，你身体不好，整天病痛缠身，你幸福吗？你有再高的地位，你家庭不和，整天吵架闹离婚，你幸福吗？你有再大的名声，你内心焦虑，整天睡不着觉，你幸福吗？都不幸福。真正的福气是什么？是你每天早上醒来，感觉身体很舒服，心情很愉快，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。是你回到家，看到家人的笑脸，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是你晚上躺在床上，回想这一天，觉得很充实，很满足，然后安然入睡，这才是福气。而这种福气从哪里来？就从你的笑容来，从你的眼光来，从你的心态来。你心态好了，你看什么都顺眼，做什么都顺手，遇到什么人都能处得来。你心态不好，你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做什么都不顺手，遇到什么人都处不来。所以我说，一个女人有多少福气，看她的嘴角和眼睛就知道了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，是有传统文化支撑的，是经过无数人验证的真理。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现代的故事。我认识一个女企业家，她创业的时候只有几万块钱，现在身家上亿。很多人问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，她说了4个字：笑对人生。她说她创业的时候遇到过无数的困难，被人骗过，被人背叛过，差点破产过，但她从来没有放弃，也从来没有失去笑容。她说每次遇到困难，她就对着镜子笑一笑，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，困难总会过去。就是这种乐观的态度，让她一次次度过难关，最终取得了成功。而且她说，她发现一个规律，就是每次她笑着去谈生意，成功率都特别高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笑容让对方感到舒服，感到信任，愿意跟她合作。她还说，她招员工有一个标准，就是看这个人爱不爱笑，眼睛里有没有光。她说，技能可以培训，经验可以积累，但态度是改不了的。一个爱笑的人，一个眼里有光的人，他的态度一定是积极的，这种人才值得培养。你看，这就是笑容和眼光的力量。它不仅能改变你自己的命运，还能影响别人，能帮助你成就事业。所以我说，这2样东西太重要了，重要到可以决定你的一生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一个女人有多少福气，真的可以从她的嘴角和眼睛看出来。这不是什么玄学，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。你想要有福气，就从现在开始，让自己的嘴角上扬，让自己的眼睛有光。不要说做不到，不要说太难了，万事开头难。但只要你开始了，坚持下去，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容易。开始你可能要刻意的提醒自己笑，要刻意的保持积极的心态，但时间长了，这就会成为你的习惯，成为你的本能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真的不一样了，你的人缘变好了，你的运气变好了，你的身体变好了，你的家庭变好了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这就是福气，这就是你修来的福气。易经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什么是善？笑容是善，因为你的笑容给别人带来了快乐。眼光是善，因为你的眼光给别人带来了希望。你每天都在行善，你的福气能不来吗？我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传承。一个脸上有笑，眼里有光的女人，
他不仅自己有福气，他还会把这种福气传给下一代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孩子从小看到的是妈妈的笑脸，他长大了也会是一个爱笑的人。一个孩子从小看到的是妈妈眼里的光，他长大了也会是一个有追求的人。这就是家风的传承，这就是福气的延续。你不要小看这个，一个家族的兴旺往往就是从一个女人开始。这个女人可能不是最有钱的，不是最有权的，但她一定是最有德的，最有福气。她用她的笑容和眼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，让这个家族越来越兴旺。反过来，一个整天愁眉苦脸、眼神暗淡的女人，她不仅自己没福气，她还会把这种负能量传给下一代。孩子从小看到的是妈妈的苦脸，他长大了也会是一个悲观的人。孩子从小看到的是妈妈眼里的绝望，长大了也会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。这个家族就会一代不如一代，最后衰败下去。所以我说，女人的责任重大，你不只是为了自己活，你还要为了家人活，为了子孙后代活。你今天的笑容和眼光，决定的不只是你自己的命运，还有你整个家族的命运。这话听起来很重，但这就是事实。易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。男人要自强不息，女人要厚德载物。什么叫载物？就是承载家庭，承载子女，承载家族的未来。你的德够不够厚，你的福够不够大，直接决定了你能承载多少东西。而你的德和福从哪里看？就从你的笑容和眼光看。这两样东西是你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，是你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，是你福气大小的准确标志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让自己笑起来，让自己的眼睛亮起来。不要等到明天，不要等到条件成熟，就是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你对着镜子笑一笑，看看自己笑起来的样子，是不是比愁眉苦脸的时候好看多了？然后你想一想，你生命中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，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，让你的眼睛里重新燃起那束光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用心，你就能做到。记住，福气不是求来的，是修来的。你修好了你的心，守住了你的德，你的福气自然就来了。而修心的第一步，就是让自己笑起来，让自己的眼睛亮起来。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，希望你能听进去，能照着做。3年5年之后，你再回头看今天，你会感谢自己做出了这个改变。愿你脸上常带笑容，眼里永有光芒，福气满满，一生平安。